说多少次了，老板跑路了，没有人了，你们怎么还来呀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人跑了我们就拿东西抵债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今天一早，有受骗群众到一家恒公司闹事，发生了哄抢事件。派出所那边的同志正在劝说群众返还物资，压力非常大。希望我们这边能够加快调查进展，早日进入到诉讼阶段。吕氏灭门案明天就要开庭，时间很紧，你先跟我去下看守所见被告人，易家恒的案子路上说。好。 这一家恒最大的被害人是一家名叫吉隆康管理有限公司的企业。今天早上去闹事儿的，则是一些零星散户，他们投资金额都不大，都是一些家庭主妇、退休教师，还有一些公司白领。他们都是投资了一家恒公司的接力宝项目，被骗的金额有9.7个亿。这家公司什么背景？这家公司啊，它本来就是一家普通的私营企业。 他的法定代表人是一个中年的妇女，不就是高额吸储的老套路？为什么每次都有人上当？师傅，当当不一样，最关键的就是他这个项目，不知道他用了什么办法获得了麦德瑞星国际集团的青睐，就是世界500强的麦德瑞星。正因为有这家公司的加盟，所以投资者认为啊，再怎么不济也有这家公司来兜底。 行吧，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。现在案子多，人手紧，先等明天吕氏案诉讼完结，咱们再集中精力办理易家恒案。好。哦，对了，这吕氏灭门案的凶手潜逃了7年才落网，这群众的关注度很高啊。此人几乎未在凶案现场留下任何线索，要不是因为偷东西被查到 DNA 与吕氏灭门案的现场痕迹高度重合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逮到他。 就是，不过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有 DNA 这个铁板钉钉的证据啊，这个案子我们一定能拿下来。临阵切忌轻敌，一个有本事潜逃7年的罪犯，这个庭未必容易。师傅啊，很期待啊。 028，检察官要见你。你当时为什么没对那个孩子动手？江涛，2013年8月25日晚上，你在哪儿？7年前，我随便说一天，5月2，不是7月10号
晚上11点半，你在哪儿？你能记着吗？那我来帮你回忆一下，2013年8月25日21时，你闯入海市兴业街青瓦弄78号吕永辉家中，在实施抢劫的过程中，杀害了吕永辉及其妹妹吕爱玲，重伤吕永辉之妻张琪，致其终身残疾，并抢走折合人民币约5000余元的财物。你记起来了吗？不能吧？这是我干的吗？连一只鸡都没杀过呀！案发现场的毛发与血迹与你的 DNA 完全一致。那你们已经认定了，还来找我干什么呢？不明白，什么意思呢？这是开庭前你最后的认罪记录。律师跟我说，我可以不回答任何问题，却从现在开始，我一个字都不说。我是木头人。哎，我发现不对了，是不对了。师傅，你说杨帅为什么会接这个案子？你说呢？大律师都喜欢挑战自我，博影响力吧？是吗？小徐，法律面前公平公正。我知道，师傅。但是江洪涛怎么请得起杨帅呢？我看他也没什么思路，顶多打感情牌，请求法院酌情轻判。没那么简单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早上好！今天是2020年9月1日，我们现在正在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门口为您进行现场报道。7年前一场震惊全市的入室杀人案，现在即将到达现场的正是本案的公诉人检察官司金女士。司检察官从业近20年，经手无数重大的案件，包括3年前轰动全国的海城大学的投毒案。司检察官就是在那一次一战封神，成为咱们本市最具知名度的检察官。我们一起过去看一下。来了！你说吧，司检察官，想问一下你对今天的案子有什么看法吗？无论是谁犯了法，都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。这个案子7年了，审判也许迟到，但不会不到。对，多说说呀，别走，你先别走。现在到达现场的是被告人的辩护律师杨帅。杨律师呢，专攻刑事案件近10年，从无败绩，人称海城第一大壮。杨律师，您对今天的案子有信心吗？信心还是有的。可是被告人在现场的 DNA 比对铁证如山，您确定有机会打赢这个官司？有机会吧，也有兴趣。而且司检察官是我非常敬重的前辈，到了法庭上面，我觉得应该还是以工作为主。听说您和司检察官交手过，在一场刑事案件当中败诉了。不过从那之后呢，您就再无败绩。确实，10年了，所以我很期待这次相会。谢谢。一位是身经百战的检察官，一位是海市第一大壮。这场庭审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？我们拭目以待。
四阿姨一定会把罪犯绳之以法的。现在开庭。被告人江洪涛，2013年8月25日晚上，你是否进入被害人吕永辉家中，杀害吕永辉、吕爱玲兄妹，并重伤张琪？没有，我是被冤枉的。你没有被冤枉，我们有铁证如山的事实。凶手刻意掩盖自己的面容，并抹去凶器上的指纹，导致此案多年未破。但是被告人与凶手留在案发现场的 DNA 比对结果完全一致，足以证明被告人就是杀人凶手。请见证人。7年前，本人依法对凶案现场的血迹进行化验分析后，发现了至少4个人的血迹。因李欣欣并未受伤，所以可以判定第4人的血迹是凶手留下的。被告人江洪涛的 DNA 与7年前凶案现场的第4人血迹进行比对，相似度为99.99%，故可证实被告人即凶案现场的第4人。请被害人。被害人张琪，请你描述一下案发当晚的情形。那天，我丈夫吕永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。我回来了。因为当天送了超过100单的快递，他心情很好。回家的路上，他还买了一只烤鸡回来。那天晚上，我和小姑子艾玲一起做了晚饭，大概7点多，我们一家人一起吃了饭。来，欣欣，张大姐，尝尝烤鸡。我特意买的，香透了。爸爸买的烤鸡好不好吃啊？好吃，多吃点啊。像这么大人。可是谁也不知道，1个小时以后，我们家竟然遭受了灭顶之灾。门前大桥下流过一群鸭，快来数一数，2、4、6、7、8。妈妈有客人吗？这么晚了哪有客人呢？可能是邻居吧。谁呀？你谁呀？你精神病啊！哎，滚！欣欣，你别动啊，妈妈出去看看。他在我身上砍了几10刀。请肃静。凶手以为张琪已死，且时年5岁的吕欣欣在毫无反抗之力的情况下，凶手停止了杀戮。
将吕家的现金和金银首饰洗劫一空。要不是邻居听到了响声前来敲门，听到了吕欣欣的哭声后报了警，张琪可能早已命丧黄泉。被告人在其杀人后潜逃多年，最终落网，其罪行证据确凿，请法庭依法判其故意杀人罪成立。请问被告江洪涛，对此指控你有何意见？就我没杀人呐，姑娘你看清楚点，我没见过你，我没杀过人呐。之前抓我的时候说是，说我杀人，说是发现我身上有血，我后来想起来，我是有一次，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，我是爱喝酒，我有一天是喝多了，然后就睡在街上了。等第二天早上我醒了呢，发现我在垃圾堆，我回到家发现我身上有好多血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沾的呢。就后来还说什么 DNA 什么的，我真的没有，我没杀过人呐。为什么？啊？为什么你要杀永辉？为什么要杀艾琳？为什么？我没杀人，我没杀呀！冷静，请冷静。下面请辩护人进行陈述。被害人张琪，被告人江洪涛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被告人江洪涛，你认识吕永辉、吕爱玲及其家人吗？我不认识啊，我说了我不认识啊。刚刚被害人在激动之下，问了我当事人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加害他和他的家人？我想大家也有这样的疑问。那么我就请问，被告人江洪涛，你的作案动机是什么？我没有作案，所以我哪会有动机？当初接手案子的时候，我也很疑惑，双方互不认识，为什么要痛下杀手？但是可以排除一点，他们互相不认识，肯定不是仇杀。刚刚公诉人也说到了财物遗失的事情，最后公安机关经过调查，加上金银首饰，案值都没有超过5000块钱。如果说我的当事人是求财的话，为什么他会选择这么普通的一家人家实行犯罪？况且当时屋内有3名成年人，犯罪难度飙升，而且当时是9点多，极易被人发现。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离开海市，而是居住在离案发地不到5公里的地方。难道他就不担心他的行踪和他的犯罪事实被发现吗？所以我恳请审判长让辩方证人江洪芳出庭作证。证人江洪芳，你与被告人江洪涛是什么关系？名义上我是他的姐姐，但其实我们没有血缘关系。当年我的亲生父母把我遗弃在金门县江家村的河边，是江洪涛的奶奶收养了我。当时奶奶已经有一个孙子了，也就是我们的哥哥。后来在我进江家大概3年左右，弟弟江洪涛出生了，再后来又生了一个弟弟。那么请问江家人对你怎样？对我我恨他们。当年奶奶收养我，
就是为了给家里干活做苦力的。因为在这个家里面，除了奶奶、爸爸妈妈、哥哥，还有弟弟们，他们全都有精神病。别精神病了！混蛋！你说什么？奶奶生病，你冷静！你个精神病了！被告人请冷静！你精神病！你精神病！审判长，我来回答几个我之前提出的问题。之所以我的当事人会忘记他杀过人，之所以我的当事人在案发之后没有选择远走高飞，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的犯罪动机，其根本的原因是他患有家族的遗传性精神病。我没有精神病，我没有精，你才精神病呢！你精神病！这一份是我的当事人7年前购买精神类药物的处方单，上面的日期写的是2013年7月20号。肃静。审判长，被告人虽有直系亲属患有精神疾病，但本人精神正常。市公安局已经对其做过精神鉴定。没错，确实做过精神鉴定，但是案发后时隔几年才做的，没有办法证明我的当事人在案发时候的精神状态，并且我经过多方的走访，也取得了很多村民的证词。从乡邻们的证词里面可以证实，江家人普遍患有严重的家庭遗传性精神病。我没有精神病，你精神病，你才有精神病。从他们的祖辈开始，或多或少、或文或武都有精神疾病。邻居们反映，江洪涛有精神问题。乡邻的说法不具有法律效力，一切应以专业的司法鉴定意见为准。我同意公诉人的请求，但是你的鉴定只能证明我的当事人当下的精神状态，而没有办法证明在7年前在案发现场我当事人的精神状态，并且处方上已经清清楚楚地写着，我的当事人有应激性精神病。所以，我们有理由提出，在没有经过正规的、合法的精神鉴定之前，不能够草率地判断我的当事人是否有罪。谢谢。回家。肃静。公诉人、辩护人，本庭商议后决定，安排专业精神科医生再次对被告进行精神鉴定，在择日开庭审判。休庭。我不是精神病，我不是精神病，我没精神病，张奶奶。司检察官，司阿姨，徐叔叔，欣欣，司检察官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凶手不可能是精神病啊！辩护人确实有权提出精神鉴定书的瑕疵，并提醒对被告人重新进行精神鉴定。但是你放心，今天不判，并不代表我们输了。啊，我知道。可是，如果我是说，如果他真的是精神病，那还能定他的罪吗？按照我国刑法规定，精神病人在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，造成危害后果，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，无需承担法律责任。所以就会有一些人试图伪装成精神病患者，来逃脱法律制裁的情况。他一定是装的，他一定是装的。张琪，假的一定真不了。
西西，你先带妈妈回家，等我忙完手头的事儿，再去家里找你们。好了，四阿姨。司检察官，听说刚才庭审当中，辩方律师为被告人做了无罪辩护，理由是被告人患有精神病，这是否意味着被告人无罪？作为一名检察官、公诉人，我的职责是向大众呈现案件的真相，让有罪之人伏法。真相大白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哎，您再多说几句吧。师傅，虽然我们今天出师不利，你也不用太担心。相反，推迟庭审，给我们争取了更多的时间，去寻找证据，捋清真相。有目击证人证实，凶手在动手前1个小时就在吕家附近转悠。杀人时，用帽子和口罩遮住了自己的面容；杀人后又抹去了凶器上的指纹，案发后又藏匿多年，这些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精神病人能做到的。那咱们就等法院安排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做出鉴定吧。我们也不能干等着，在鉴定意见出来前，咱们要分头行动。我们要寻找更多的证据，为医生的鉴定意见提供更多的依据。好。哦，对了，江涛老家住在离海市不远的金门县江家村，不行，我今天跑一趟，去了解一下他们家的具体情况。好的。还有公安和看守所方面，如果江洪涛真的是精神病人，那么日常一定会有异常的表现。好。我再去一趟吕家。杨帅虽然咄咄逼人，但是有个问题提醒了我。什么问题啊？如果2人并不相识，不可能是仇杀。为了5000块钱，也不是求财，那么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？哎，对啊，这一点我也觉得奇怪。所以在这个案子里，我们还没有找到凶手真正的杀人动机。我还想知道更多的细节。凶手在案发当天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行为？你再仔细的回想一下。我想到的，我都说了。比如，除了丢失的财物之外，家里还有什么东西被他动过吗？就是我上报的那些金银首饰加上现金，一共5000多。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？好像没有了。当时他为什么没有对欣欣动手？是欣欣做了什么吗？欣欣从浴室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已经快失去知觉了。就完全失去知觉了。醒来的时候，已经躺在医院里了。万幸的是，欣欣没事。那只鸭子呢？还在吗？哎，那只鸭子后来就不见了。不会是凶手把它带走了吧？
那只鸭子长什么样子？欣欣小的时候拿那只鸭子拍过照片，照片里有，我帮你找，太好了。徐开在去江家村之前，吩咐我去了一趟吉隆康公司，就是一家横案的被害人，吉隆康管理有限公司。怎么样？有什么新情况吗？该公司目前已有5.9亿元的资金，在案发前已被骗划入了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。公安机关在接到报案后，已冻结了这部分的资产，但是在追缴这笔资产的时候，遇到了点麻烦。为什么？主要是因为麦德瑞西作为一家恒金融银行账户的共管方，明知道这笔钱是赃款，却以该账户内资金的划出需经其和一家恒金融银行同时同意为由，阻挠了这笔资金的返还。他这是想利用法律漏洞，与公安机关捉迷藏。一家恒公司法定代表人许丽珍，只有初中文化。他有能力管理这么大的公司吗？我怎么觉得他的前夫李建明更像是公司的实际管理人？这个李建明大学学的就是金融专业，之前也有在金融行业就职的经历，好像是叫金城新科技。这个案子，麦德瑞西不过是耍了个无赖，幕后的主谋还是一家恒的负责人，你要好好查一查。好的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的。洗衣服还是取衣服呀？我就问一个问题，这个小鸭子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你忙吧。坐。坐。你看，走啊，回去啊。师傅，跟你打听个事儿啊，您说。
你平时都在这拉活吗？啊，对呀，我平时都在这拉活，大伙都认识我。我老王拉货呀，价格公道，绝不宰客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这不小卷王吗？认识。我们是检察院的，耽误你几分钟，了解一些情况。行啊。这人有点怪，你看吧，像我们这些拉货的吧，没事的时候一块嗑瓜子聊聊天，他不，他总是独来独往，不跟我们搭理。真是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就知道他叫小卷王。那他平时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？异常？他不爱说话，也不愿意跟别人沟通，就跟着我们后面捡一点我们不愿意干的活，他去干。哦，对了，有一天他发疯打人呐，可把我们吓坏了。打人？对。那天下午好像是2点多，一个建材店的老板从外边回来，在市场门口不小心碰了他一下，然后骂了他一句“精神病”。喂，没长眼睛啊？瞎呀？你个精神病！说你精神病，说你精神病怎么了啊？哎，你在哪儿混呢你？哎，说你精神病怎么了？说这就说你了，说你精神病，就说精神病的，怎么了啊？你猜怎么样？这小子就像点着的炮仗，炸了。二话没说，把那个老板狠狠地打了一顿。我们想拦都没拦住。就说你精神病，怎么着啊？精神病，打死你！哎呦！哎，收起！别动手！放下！放下！闪开！我杀了他！哎，收起！收起！那小子2个眼睛瞪得像红灯笼，哎呦，那个样子吓人呐，感觉马上就要杀人了。那打人的事儿，后来怎么样？嗨，后来经过一辆警车，这小子听到警笛的声音，哧溜一下就跑了。后来再也没有回来过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叫什么，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。那个建材店的老板自己去了医院，花了1000多，也找不着人赔，只能自认倒霉。他怎么了？是不是真杀人了？老王，谢谢您的配合，麻烦您了啊。哦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您要是有活呀，想着我点啊。好嘞。好，我走了。喂，师傅，法院指定给江洪涛的精神鉴定医生已经出来了。谁？你也认识，就是2年前经咱们手的思阳路抢劫杀人案，他也给凶手做过精神鉴定。我想起来了，张淼。你画的是谁啊？是妈妈。妈妈？那为什么妈妈的脑袋和身体是分开的呀？妈妈不在了。想妈妈了？昨天晚上，我做梦梦见妈妈了，可她一直不跟我说话。我醒来之后，心里很难过。啊，张医生，你这儿的精神病人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。他们通过药物治疗啊，还有规则的管理以后呢，他情绪基本是可控的。来，坐。而且呢，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呢，并没有暴力倾向。他们只是活在了他自己的世界当中，无法自洽。他们需要更多的呢是理解和包容。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？我看了，
收到邮件以后呢，我就看了庭审录像。我想听听你的意见。怎么说呢？这精神病人大多数在没有发病的状态下呢，都跟正常人是一样的。可是你的邮件当中提到了几个疑点，包括行凶前踩点、行凶时掩盖面容、行凶后呢抹去指纹，这几种表现确实是挺可疑的，但是不足以证明江洪涛就是伪装的。谁听得花落的声息？谁挽留还带走沙砾？谁会在风和日丽的这一刻看见你穿进风雨？去远听晴天的雷鸣，一环的长路的清醒。毕竟这一生本就不为被世界留名，平凡也不行。从那些没有呼喊的孤独里，拼尽全力无尽专心，去那些没有灯火的黑暗里，默默点燃自己。为那些素未谋面千万个你，要忘记我的名。哪怕不知远路可有归期，哪怕不被铭记，来了又去。哪怕不被铭记，来了又去。